有没有听过老法师说过，我说法讲经一辈子，不如你们好好老实念佛。我想多半的莲友都会跟老 K 当初有一样的想法，法师一定是夸张了。念佛功德虽大，但是这个功德哪能大得过讲经说法40-50余载的法师呢？今天老 K 想要带大家来看看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想大家看了这一段故事以后心中自有定论。念佛人老 K， 我想无论任何法门我们修行一开始的契机很多人都是想要消业障老 K 记得当初自己人生最痛苦的时候，生活是过得苦不堪言。おめえ、しかしろや。はい。老 K 记得我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我在职场上被排挤几乎是做什么都不顺利。后来是因为得到佛菩萨的引导我才看到一丝曙光并遇到这个救度众生的法门嘛。你看这样一路走来老 K 不止一开始念经咒的时候和现在专修念佛其实目的都差不多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要消业障我想大家都差不多。而大家一定有听过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我想多半人一开始听到这个理论应该都是半信半疑甚至有人不只是半疑而是完全不相信然后跑去修其他的法门嘛。因为你看他天天念这个经那个咒有的时候学经咒还不用汉文有的人还会用梵文来念加上这个每天这个音调非常优美念到最后都可以摄心每天这样天天做功课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己修得越来越好了嘛，觉得他的修行才是这个世界上消业障消最快你跟他说念佛可以消80亿劫生死重罪，他要是信下去了就担心自己的信仰会不会崩塌嘛。但是事实上像老 K 刚刚开头说的这个例子一样讲经说法一辈子的法师真的是说法一辈子都抵不过我们老老实实念佛吗？不是人家可是学经学教信解行证持戒精严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功德居然会比念佛一辈子的人还小吗？不要说佛教徒不信就算你已经入了佛门碰到净土法门正在修行的人甚至是僧众也不见得会相信今天老 K 就跟大家公开一个私房秘密，这是一位跟老 K 私交不错的法师他的亲身经历因为法师本人不太方便说太多感应的东西老 K 在这边就先不要公开他的个人讯息好了。如果以后有机缘老 K 再透露给大家知道。好，那故事开始有一位禅师出家多年有一天法师的母亲因为年纪大了患有眼疾本来母亲是读地藏经的，但实在没办法读下去，于是母亲就跟法师说他可不可以改念佛但是因为这一位法师是修禅的嘛，几乎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念过佛当母亲问法师那我是念哪一尊佛比较好的时候法师心中甚至想观音、地藏、弥陀那还不是都一样念哪一尊都没差虽然心中这么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建议母亲的时候还是建议他念最有名的那一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于是学佛相当精进的母亲就这样听了儿子的话，每天很认真的拿着念珠还穿着海青坐在佛前称念6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1天过去，2天过去，3天过去，念完了以后当天晚上母亲就做梦了，竟然梦见这个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法师的外婆跑来托梦给母亲这位母亲醒来有点慌张赶快去问儿子，哎呀，我怎么突然梦见过世多年的外婆来托梦法师这一听便跟母亲说道哎呀，这应该是来求超度的，可能是来要功德于是法师建议母亲你要念佛1个月再将这个念佛的功德回向给外婆然后母亲就这样天天穿着海青端坐在佛堂中认认真真的念佛。很快1个月过去了然后法师就带着母亲来做回向。就在法师带着母亲做完回向以后母亲突然觉得哇，这个通体舒畅
好像身上沉重的担子啊就此放下了。好，于是母亲啊就因为这样啊更坚信念佛了啊，这样持续每天念诵佛号啊。接着啊，更神奇的事情来了。又过了3天啊，母亲又做梦了。这一次梦到的是母亲的父亲啊，也就是法师的外公来托梦，不是看到形象啊。母亲醒来叙述的时候是说啊，她看到外公的遗照。这一次当然也是惊叹不已啊。然后再次跟法师商量，又准备开始念了1个月的时间啊，要回向给外公啊。1个月很快的就过去了啊。然后这个法师啊，带母亲做完回向啊。将念佛1个月的功德回向给外公啊，母亲再次感受到通体舒畅的感觉啊，就像外婆那一次一样。这还不算，再过几天之后啊，母亲这次又做梦她梦到这个死去更多年的婆婆啊，这一次来跟她托梦，就是她先生的妈妈啊。但是因为这个父母亲之间有一点芥蒂所以母亲就请父亲自己帮自己的母亲念佛。因为年纪大了嘛，互相看了几10年了你们知道意思总有一些冤债要了嘛，所以这是母亲梦到婆婆了就觉得不乐意啦跟儿子说叫你爸爸自己念我干嘛帮他妈念1个月的佛？所以这个任务就自然而然的落在这个父亲的肩膀上了虽然父亲不是什么有修行的佛教徒但是既然是自己妈妈来求功德还是要念一念回向给妈妈嘛。但这次父亲念得非常随便父亲平常喜欢看布袋戏索性一边看布袋戏一边念佛，甚至有时候还会一边抽烟一边念佛，就是念得很随意的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散心念佛的意思嘛。但是这个时候法师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于是跑去跟法师告状你爸这种念佛方式念得非常不专心这哪会有效你看看我都穿着这个海青坐在佛面前端坐的念佛你这个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哪算是念佛呢？哎呀，所以我觉得你爸念的一定没有用的。其实法师那个时候还不懂得念佛的道理毕竟平常是修禅的嘛，禅净皈依的道理他是有听过所以心里还是对母亲说的一心不乱是有点认同的当然也不确定他爸爸这样念有没有效但是既然妈妈都来告状了于是法师就跑去跟他爸爸说爸，你念佛要认真一点父亲虽然随口答应了声好啦，知道了，但是念的还是很不认真就这样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法师这次带着父亲来做大回向将这个功德回向给外婆结果竟然回向以后也跟母亲一样感觉到通体舒畅于是这个时候出家到当时都只是修禅的法师开始觉得不对劲法师就心想嘛，不是我修禅修了这么多年甚至打过10几次禅期，金刚经也念了很多，出家这么久祖先跑来求超度，居然不来找我，跑去找刚刚念佛没几天的父母要功德法师的母亲认真念也就罢了，爸爸这样一边看布袋戏还一边抽烟的这也一样渡走他的奶奶了，这是什么道理当然这边补述一下，法师在这过程当中虽然他在一旁没有念佛因为他修禅嘛，所以无论是父亲母亲在做功德的时候他也在一边帮忙但是他是念金刚经因为我们知道修禅的都是念金刚经比较多嘛，于是法师就开始尝试念佛这不念还好一念不得了这位法师跟我说，他修禅多年，每天打坐观心，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降服那个脑子里静不下来的烦恼。他说，他过去的修行就像是石头压草，你即便很努力、很用力的把一颗大石头搬来，压在杂草上，草好像暂时被压下去了，平了，但石头底下的草根还在你的力气一松，石头一移开草是不是又长出来了？甚至长得更乱。这就是自力修行的感觉你要用你自己的心力去跟妄念对抗，去镇压它。这个过程非常辛苦，感觉自己很用功，但效果却很有限，而且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警惕，不能松懈。但是当他开始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法师发现念佛不是要去压这些妄念，当他把专注力放在佛号上，
一句一句的念下去时，他感觉心里仿佛升起了一道温暖的光。那些原本在意自己妄念纷飞的念头就像是冬天的冰雪遇到了和煦的阳光一样，不用你去跟雪战斗不是你用铲子费力的把雪挖走是阳光一来，雪自然就融化了，消失了。他当下明白原来他力就是完全不费功夫只需要靠上佛力就行了。这句佛号就是阿弥陀的光明，这道光就是佛的功德，佛的愿力。你只要念，就等于是把佛的光明请到心中来，业障、妄念这些阴暗的东西自然就待不住了。他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出家这么久，祖先不来找他？因为他用的是智力这就有点像拿小铲子在铲雪山功德虽然有，但是太慢了，太辛苦了。而他的母亲呢，甚至他那位闪心念佛的父亲呢，他们一念佛就等于是直接把太阳请出来你们看看祖先们多聪明，当然是有阳光的地方去求救嘛。谁还在你这边等你的小铲子这时候法师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老法师会说嘛，讲经说法一辈子不如老实念佛人。因为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完全倚靠佛力。其实这个道理祖师大德早就跟我们说过了，只是我们常常信不过。我们的业障就像一间黑暗了1000年的房间你想想看嘛，这间房间暗了1000年那是不是需要1000年的时间才能慢慢让它变亮呢？不用嘛，你需要什么？一盏灯当灯光照进来这个瞬间黑暗就消失了这个光明与黑暗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嘛。灯一亮黑暗就无影无踪了，它不需要时间它是一瞬间的事。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心里那盏灯而且它不是普通的小灯泡，它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的万德洪明，是宇宙最强的光源。所以祖师大德才会说，念佛一生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很多人不相信就是因为他们用凡夫的逻辑去思考都会觉得我造了80亿劫的罪业，就像欠了80亿劫的债那我应该辛苦工作80亿劫一点一点的还嘛，这才公平但我们念佛不是在还债我们是直接把大富翁也就是阿弥陀佛请来他老人家会说嘛这孩子所有的债都算我的，一笔勾销我们的罪业本质就是虚妄，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就像黑暗一样。而佛的功德是真实的，就是光明。你用真实的光明去照虚妄的黑夜，哪有照不破的道理呢？所以法师从他父母的经历和他亲身体验才彻底死心塌地的相信这个法门。他才明白原来真正的修行不是比谁做的苦功多，也不是比谁的感觉强烈，而是比谁更老实，更愿意完全相信，完全仰靠阿弥陀佛这才是我们净土法门最核心、最殊胜的地方。有的人一提到消业障纷纷都会主张这个经比较厉害，那个咒比较有力，但是就是这一生念佛被看扁了都说越念越没有 feel 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后来都只是听听而已嘛很多人还是天天该念哪个经该念哪个咒都不会缺课，还是这样照样修嘛。但是老 K 在这边还是要苦口婆心的劝大家，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以前净宗法师有一个譬喻他说你们修其他的法门就像这个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的踏上这个阶梯爬上这个太行山的山顶，每个阶梯一个一个慢慢爬得好累很有感觉嘛，对不对就像你们每天念经咒念完满头大汗，感觉自己今天修行很认真嘛。但是这个念佛就像坐空中缆车一样，1分钟就到山顶，所以你根本不会累嘛，也不是特别有感觉甚至有的还看不到窗外的变化。等到这一辈子过了才惊觉，阿弥陀佛这样就来了哇！然后这个天天笑我们只会念佛的朋友，
就在一旁干瞪你哦。你当初怎么劝都不信的这位朋友啊，他天天辛苦的念经持咒啊，但是后来啊，业报来的时候，他还是得跟这个业报身来轮回嘛。看到你这样啊，念佛没有3年啊，现在阿弥陀佛都被你念来啊。时间到了，走吧。当下才知道啊，哎呀，这个每天有感觉啊，求自己有感觉啊，真的是大错特错，这下可亏大。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南无阿弥陀佛。